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订酒店被诈骗500欧，后续来了。这件事发生之后，我老公和我的朋友也都说，不要太自责，因为这个骗局设计的真的太精心了，所以只要你下次能避免就很好了。我上网一搜才发现，这家大公司其实从2023年左右，在全世界各地都不断爆出类似的消息，全部都是顾客用他们的网站、APP 订酒店之后，遭遇到信息泄露，继而遭受诈骗的事情。最多的呢，甚至高达几千，有美元、有澳元、有欧元被诈骗的。后边我一想，从23年到现在，那这个漏洞都没有修复吗？我想不行，这个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，维权。既然都已经2-3年了，这个事情公司都没有解决吗？而且全世界各地都有爆出这个问题，也就是说，无论是这个网站上的这个漏洞，还是说黑客比较狡猾吧，但是这个公司是一定有责任的，所以我就开始在网上留言投诉。1周之后收到回复了，当时回复的是英文的内容，应该是这个公司的总部的人回复的，就是说他们的网站或者是 App 一直在遭受黑客的攻击，有些漏洞呢也一直在修复，但是这个问题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解决，还提醒我以后要注意，类似的事情不要轻信。最后他就提了一句说，如果还有其他想了解的信息，可以联系不同的地区，就是这些不同的地区包含了中文区、英文区、法语区、日语区，你都可以联络投诉。我一想，投诉这么复杂的问题，那肯定是用母语比较利索了。我就毫不犹豫地选了中文的地区。中文的投诉流程呢，还是一样的，先发邮件，发出去也差不多1星期才收到回复。那回复也是很官方，就是把总部的那一套差不多就是又说了一遍，就结束了。后边我说不对呀，这个信息我之所以会信，会去点，是因为是他从你的官方 APP 里边发给我的。如果是一个不认识的人，随便在 WhatsApp 上联络我，即便说的天花乱坠，我也是不会相信的。但是是你们公司的 App 里边发出来的信息啊，而且点进去又那么真，一模一样，我所有的信息全部都对得上，我怎么可能再去怀疑呢？那你让我如何鉴别真假呢？我说这个事情如果你处理不了的话，请你帮我升级，让你们的主管来帮我处理问题，就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就是如果你们公司有漏洞的话，已经发现这么久了，为什么没有解决这个漏洞？而且我们顾客选择这家公司是基于信赖，你们的泄露或者你们被黑客攻击，导致顾客的这个利益受损，你们就一点点责任都没有吗？我说我需要一个能说服我的解释。虽然我们也一直说不要受害者有罪论，不要责怪受害者不够聪明，主要是更坏的不应该是骗子吗？但是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，还是免不了会觉得自己太笨了，太傻了，才会被骗的。就这种耻辱感让我觉得很不甘心，就有点生气。所以我就在想，即便钱拿不回来，我一定要你们跟我说出一个道理来，就是
至少把这个心里的疑惑要解开呀。中文区的负责处理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给我发消息说，你这种情况呢是可以向银行去申诉理赔这笔钱的。你申诉之后不通过呢，你可以把那个银行拒绝赔付的那封信拿给我们，我们这边才可以按照流程帮你申请。我一想，嘿，太巧了，当时离开法国的时候，我收到那封信，我拍照了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当时拍照不是为了日后的赔付，而是为了给自己提个醒吧，就是让这种事情不要再次发生。没想到这次成了理赔的关键证据。当时我记得这边要求我提供4样内容，我看一下都有什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跟银行沟通的邮件或者是银行发来的正式书信，就是说拒绝赔付我的这个证明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求我提供我被诈骗的那个金额的截图，也就是类似于银行对账单。第三个呢，就是要包含我预定的酒店的详细信息。最后一个呢，交易的日期啦、商户名称啦等等一系列内容。刚好这些内容我全部都有，我就按着他的要求，把所有的资料整理后发过去了。发过去之后呢，1星期又是石沉大海。石沉大海的意思呢，就是把石头扔进大海里，那当然是不可能再次出现的了，也就是没有消息。接下来，那我只能再次发邮件去催促这个事情。等第2周的时候，我就直接给那边打电话了。等待10几分钟，电话才接通了。我就说，我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单号是几几几，为什么处理2周了都没有任何人给我回复呢？这时候处理我这个 case 的一个小姐姐，她说，你那个银行的证明是法语的，我们这边也不懂法语，所以没有办法继续推进。我听完这个理由之后，我真的有点生气了。因为首先不说是个国际化的大公司啊，你肯定是会有能懂法语的人。其次呢，即便是没有人懂法语，在这个翻译软件这么发达的今天，你告诉我这封法语的信件你无法确定内容，所以无法推进，这真的很难让人相信啊，就很难说服别人啊。后边我就说，你们这样我感觉是在故意拖延。我能理解这个是外语，但是你们这个公司不就是面向全球的吗？你们不是有各个语种的人才吗？即便跟法国有时差，不能立刻找到法国同事帮忙，但是2周过去了，你们都没有同事能处理这个事情吗？跟你们这个在全世界近100个国家都展开业务的国际化大公司的形象是不太相符的吧？你们能不能严肃认真点去处理这个事情？我说我真的不能再等了，我说从事发到今天已经快1个半月了，我说拖得太久了，我真的非常的焦虑。这个事情无论如何我必须要一个结果。后边他说啊，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着手去推进这个事情，你再稍等我们几天，就这样把电话挂断了。接下来3天之后，我就收到邮件了，就说，这个呢，总部那边已经审批了，我所提供的这些个材料和证据没有问题，
他们公司呢愿意承担赔付责任，最后呢就把这492欧全部都归还给我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呢也就算最终圆满的解决了。感想：能顺利解决真的是要感谢很多人，就是首先感谢我的老公，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，没有跟我任何压力，反而一直安慰我说不一定是坏事呀，这个钱都是小事情，我们人都好好的就比什么都好。其次呢，感谢陪我去银行的那个玻利维亚的那个女孩子，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子。我跟她之间还有一个小插曲。我跟她刚刚认识不久的时候，突然就有1星期好像都没见到她。之后呢，就看见她满脸憔悴，就是脸色非常白，出现了。我就问她怎么了，后边她说突然生病，好像肚子还是哪里出现什么问题，然后就去住院了，在医院待了1个星期。她回来之后就跟我说，本来在异国他乡就很孤单了，但是这次生病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亲人在身边。她的法语虽然比我好，但是也完全没有流利到母语的程度，所以医生跟护士在跟她沟通的过程中，她也是有很多内容不太清楚的。那种孤单无助的感觉，大家想想也应该能体会得到。等她回来之后，人也非常虚弱，我感觉走路都要轻轻地捂着肚子这个样子。后边那天我刚好要做饭，我说你吃不吃土豆炖牛肉啊？我说我刚好要做饭，如果你要吃呢，我就可以多做一点，我们可以一起吃。他说真的吗？真的可以吗？我说当然了。他说其实你知道吗？你每次做饭的时候，我闻着都好香。我说你应该早说呀，没关系，我就多做一点，也不费事的。所以我就做了一大份土豆炖牛肉，跟他一起吃的。他当时特别开心，一边吃一边夸好好吃。那天还专门当着我的面跟他妈妈打了视频电话，还跟他妈妈介绍我，说这是艾玛，就她在我生病的时候给我做了好吃的。也可能这一次无心的善举，就是也给自己积下了好运吧。所以当我出现困难的时候，他也主动请缨，主动提出陪我去银行去解决这个问题。第3个要感谢的呢，当然就是那个卷发的法国小哥了。那个小哥呢，他当时跟我办完这个所有的业务之后，他说要去北美工作。我说啊，真的？他说是。他说我还想趁着这个假期去亚洲，去日本旅游看一看。他好像也非常喜欢日本的漫画。就说日本哪里可以玩啊，哪个季节比较适合旅游啊。我当时就跟他简单的介绍了一下。我说日本好像1年4季都有不同的景色，你只要有时间你就来就可以了。至于地方呢，从大城市到小乡村，也各有各的特色吧。欢迎你随时来这边玩啊。他当时也很开心。最后一个呢，我很感谢自己的勇敢和坚持，最后为自己争取到了该有的权利。照着以往的情况，我肯定就选择自认倒霉，这件事情就算了。也可能是去欧洲留学的时候，你接触了很多事情，人也变得更勇敢了一些。我觉得该我承担的部分我会承担，但是该是我的权利的时候，我也一定会去争取。所以就尝试了一下，
就是不停地跟各个方面在沟通，最后就非常完美地解决了。所以每次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还是觉得人生很美好的。对，这个人世间还真的是挺美好的。这件事情开始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诈骗，但是在最后的过程中，有这么多善良的人主动的给我提供了帮助，所以这个事情就完美的解决了。这就是我被诈骗的一次经历。真的也很幸运，因为金额不是特别大，而且事情也圆满的解决了。最重要的是他真的给我敲响了警钟。我之前比较大意的地方就是我一直以为人有贪心才会被骗，只要我不想去占别人的便宜，不会去贪图什么东西，那肯定不会被骗的呀。但这次现实是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。那大家有没有被骗的经历呢？如果解决了，当然很好。如果造成了损失呢，也希望大家能看开一点。因为中文有句话叫做破财免灾，也就是说，你把这个钱损失了，相当于把某个灾难化解掉了。我很相信这种因果循环之间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看很多事件，它都是单独的，好像没有什么关联。但我相信，如果世间有一台巨大的计算机的话，大到能收录每个人从小到大每做一件事情的所有信息的话，那我相信肯定很多事情当中都存在着因果联系的。很多时候也就是没有绝对的好事，也没有绝对的坏事，只要我们能从这件事情当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，我们在不断的成长，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收获了。第二个收获，我觉得就是还是尽可能的对周围的人、环境还有事要抱以友善的态度。可能这个无意当中给你积下的好运，在关键的时候就会帮你一把，甚至成为你的救命稻草。这就是关于我第一次被诈骗的经历了。那也希望每个人吧都能尽可能的避免这些事情，无论什么时候吧都保持警惕。有句话说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意思是我们虽然不能起恶念去伤害别人，但是要警惕一些，防止落入别人的陷阱，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应该多少要留心的事情。最后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，都能多遇好事，多遇贵人，远离这些不好的事情吧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拜。